美国暗示乌军有可能会攻击刻赤大桥，这是战争升级的王炸。俄罗斯已经发现情况不对，并且开始采取措施。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近日，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地区的交战呢，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西方正在加大乌克兰战场的赌注。而俄罗斯也表达了一直打下去的决心。普京表示，若乌克兰执意要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那么俄方不惧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如果从俄军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现实的战略目标角度看，结束顿巴斯地区的作战有可能就是最终的目标了。但是由于乌军手上开始有了鱼叉反舰导弹，又有了美军所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美国还不限制乌军攻击连接俄罗斯大陆和克里米亚的刻赤海峡大桥，这件事就有可能是俄乌冲突升级的一个王炸。该大桥是俄罗斯投资35亿美元建造的。之前俄罗斯方面已经就在刻赤海峡大桥附近呢部署了带有雷达反射器的诱饵驳船，又进行了烟雾测试，以掩盖桥梁，防备可能到来的导弹袭击。克里米亚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承认的乌克兰领土。如果乌军决心要袭击刻赤海峡大桥，那么就要动用西方援助的先进武器了。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被询问是否允许乌克兰军队使用海马斯火箭炮攻击刻赤大桥。该官员回答如下：正如我所说，据我所知，乌克兰人在其主权领土上与俄罗斯作战不受任何限制。也就是说，乌克兰军队有权利决定使用任何武器攻击位于其本国领土范围内的任何俄罗斯目标。而刻赤海峡大桥在美国人看来就是乌克兰的领土，但是如果从乌克兰的水域或者土地上发射反舰导弹或火箭弹攻击并击中刻赤大桥，美国显然是不会反对的。尽管袭击刻赤大桥具有战略性的象征意义，但乌克兰目前根本就没有合适的武器装备。鱼叉导弹的射程倒是够了，但是部署在什么位置攻击倒成了问题。海马斯火箭弹的战斗部较小，射程呢也不大够，就算能够命中大桥，也不见得能够造成严重的损伤。所以这两种武器必须准确地瞄准大桥中的薄弱点，才有可能取得效果，严重损坏桥梁。随着源源不断的西方先进武器装备流入乌克兰，乌军少将德米特罗·马尔钦科发表声明说，刻赤大桥是该国的头号目标。上述这些新闻信息的发布，等于给俄军提了个醒。这些情报就促使了俄罗斯开始做最坏的打算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俄军已经在刻赤大桥附近做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不过，乌军对刻赤大桥的攻击可能不会很快就开始，特别是在乌克兰军队拥有有限能力的情况下。但是美国官员的声明肯定证实了这一点，不会被排除在外。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乌军有可能发起对刻赤大桥的攻击呢？估计有这么几点。第一，乌军在战场上出现了大范围崩溃的局面，为了提振士气，乌克兰方面就有可能进行一次豪赌，对刻赤大桥发动全面攻击。第二，如果俄军开展第3阶段的军事行动，并且不断地对包括基辅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发动攻击，那么攻击刻赤大桥就有可能成为乌军的一个反击行动。第三，如果乌军在战场上获得了非常大的作战优势，而且这个优势足以保证乌军能够反攻克里米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乌军也有可能动用先进武器对刻赤大桥发起攻击。但是除了这第3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以外，另外的2种情况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特别是在乌军在战场上遭到较大损失的情况下，为了报复俄军，就有可能直接打击刻赤大桥。而且这样的打击行动还符合西方国家所提出的
军援武器的使用范围限制。说实话，克什大桥的危机时刻都有可能爆发，考验普京的时候就要来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